有一絲防備，沒有任何預告，中國最新霹靂17型超遠程空對空導彈就這樣在某個不知名的展會上公開亮相了。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最近的美國軍事媒體戰區算是被中國一款導彈給拿捏了，整篇報道翻來覆去就一個詞 massive， 連着說2遍，翻譯過來就是巨大。那語氣裡的驚訝和忌憚藏都藏不住，小編甚至從字裡行間讀出了點巨物恐懼症的味道。他們在文中直言 Chinese massive PL-17 air-to-air missile seem up close，說白了就是咱们的霹靂17超遠程空對空導彈終於以真面目示人，一張和真人同框的照片直接讓全世界對這款導彈的尺寸規格有了最直觀的判斷。說出來大家可能不信，這張照片的曝光完全沒按套路來，沒有官方預告，沒有媒體預熱，霹靂17的等比例模型就這麼悄無聲息出現在了某場不知名的展會上。照片裡一位大哥單手扶着彈體，臉上掛着咱們中國人特有的自信笑容。導彈身後是一架打開主彈艙、側彈艙的歼20戰鬥機模型，右側展板上空降兵和中國的字樣一眼就能看清，明眼人都能確認這就是傳聞了快10年的霹靂17。而且能肯定的是，這不是 AI 合成的圖，是實打實的公開亮相。至於這到底是哪場展會，目前全網都在猜，小編也跟着捋了捋近期的航空航天展會，越捋越懵。首先是1月23日到26日北京亦莊舉行的商業航天展，這場展會主打運載火箭和航天民企產品，全是天上飛的大家伙，跟空戰導彈八竿子打不着，總不至於把霹靂17和殲20硬生生湊到航天展上吧。再就是2月3日到8日，新加坡樟宜展覽中心的第10屆新加坡航展，中國空軍確實派了81飛行表演隊的殲10CY 和運20A 參戰，但大家用腳想想也知道，新加坡航展不可能出現空降兵相關的展覽內容。更何況國產先進主戰裝備向來都是先在國內展會亮相，比如今年11月要舉行的第16屆珠海航展，沒理由讓國外觀眾先搶個先，所以這事也不太可能。總而言之，關於霹靂17模型亮相的場合，現在還是眾說紛紜，咱們也確實得不出準確結論。但不管怎麼說，這都是霹靂17超遠程空對空導彈第一次公開出現在大眾視野，這份意義可比展會本身重要多了。其實霹靂17早就不是什麼新鮮傳聞了，算下來它出現在大家視野裡已經快10年了。最早被軍迷發現是它適配殲16重型戰鬥機進行掛飛實驗的時候，這也直接印證了一個事實，這款導彈的體型太大，只有重型戰鬥機才能扛得住，輕型中型戰機想都別想。後來它也曾短暫出現在部隊的宣傳照片裡，可沒等大家看清楚細節，照片就被快速撤下了。可想而知，我軍對這款大殺器的保密工作做得有多嚴實。幾乎在同一時段，還有模糊畫面顯示殲轟7A 型戰鬥轟炸機疑似掛載霹靂17，但這些畫面始終沒有得到官方證實。一款主戰裝備服役這麼多年，居然沒有幾張清晰照片能證明它的存在，也從側面說明這次的公開亮相有多珍貴。戰區在報道裡還特意加了一句，霹靂17應該不會對外出售。在小編看來，這純屬一句廢話，獨此一舉。首先從尺寸來看，結合照片裡和真人的對比，再參考最新曝光的數據，霹靂17彈體長度達到6.1米，彈徑約300毫米。這個體型，別說咱們出口的殲10CE、梟龍這些輕型、中型戰機，就算是部分重型出口戰機，也根本掛不了，沒有適配的載機，何談出口？其次，霹靂17的定位本身就是戰役級空對空導彈，是專門針對空中高價值目標的殺手鐧，不是那種可以隨便買賣的常規武器。這種級別的導彈一旦對外出售，必然會打破地區空中力量的平衡。這一點，任何一個軍事強國都會達成共識。美國人自己也不會把同類武器隨便賣給其他國家，更別說咱們了。放眼全球，能和霹靂17在定位上對上號的，只有美國的 AIM-174B 遠程空對空導彈。但這款美軍寄予厚望的武器，說穿了就是土法上馬的產物，根本算不上正兒八經的專用空對空導彈。根據最新數據 ，AIM-174B 的底子是標準6件空導彈，美軍只是簡單粗暴地把它的第一級助推器拆掉，就直接拎上了戰鬥機。
靠高空發射來勉強保證射程，說好聽點是變通，說實在點就是無奈之舉。結合最新測算數據，霹靂17針對預警機、加油機這類雷達反射面積超過50平方米的目標，最大射程能超過500公里。就算是針對 F-22這類隱身目標，有效射程也能達到400公里，比 AIM-174B 的極限射程還要遠。小編猜測，要是霹靂17採用高拋彈道，射程大概率會大大超過500公里。這個數據足以讓它坐穩全球射程最遠空對空導彈的位置。不只是射程，它搭載了和霹靂15同款的雙脈衝火箭發動機，第一段脈衝緩燃，延長發動機工作時間；第二段脈衝速燃，提升末端衝刺速度。這種設計讓它在超遠距離上依然能保持足夠的機動性，精準打擊目標。根據西方開源情報分析師的測算，在發射高度10公里、載機飛行速度 2.0 馬赫的條件下，霹靂17的最大過載不小於40至45 G。末端仍能保持15至20 G 的機動能力，就算是 F-22這種高隱身、高機動目標，也能輕鬆鎖定。面對如此強大的性能，美軍的焦慮其實也多少可以理解一點了。霹靂17的公開亮相，不僅讓外界看到了中國在空對空導彈領域的技術突破，更讓解放軍的空中作戰體系補上了關鍵的一環。它不是一款單純追求射程的花瓶，每一項設計、每一個性能都對應着明確的作戰任務，承擔的角色既精準又關鍵。每一項都直指現代空戰的核心痛點，成為解放軍體系化空戰的重要支撐。從裝備體系來看，霹靂17的出現讓中國空軍形成了完整的空對空導彈射程銜接體系，徹底補齊了超遠程領域的短板。目前，解放軍已公開的空對空導彈涵蓋了近程、中程、中遠程和超遠程，形成了完美的搭配。霹靂10負責中近程格鬥，射程約20公里，專門應對近距離空中纏鬥；霹靂12作為中程主力，射程約70公里，承擔常規空戰的主要打擊任務；霹靂15主打中遠程，射程約200公里，負責攔截敵方中遠距離戰機；而霹靂17則扛起了超遠程的大旗，射程突破500公里，專門針對敵方高價值空中目標。這4款導彈射程緊密銜接，從20公里到500公里，形成了無死角的空中攔截和打擊網絡。不管是近距離格鬥，還是遠距離攔截，不管是打擊常規戰機，還是高價值目標，中國空軍都有對應的武器。這種完整的裝備體系，在全球範圍內都是數一數二的，也讓解放軍的空戰能力實現了質的飛躍。從配備的機型來看，霹靂17的尺寸和重量決定了它無法適配所有戰機。結合它6.1米的彈長和300毫米的彈徑，想塞進殲20這類第5代戰鬥機的彈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兒。就算是強行改裝，也會影響殲20的隱身性能和機動性，得不償失。所以，它的主要配備機型還是以殲16這類4代半重型戰鬥機，或是第4代重型戰鬥機的深度改進型號為主。這些機型載重量大，航程遠，能完美適配霹靂17的尺寸和重量，發揮出它的最大性能。當然，這並不意味着5代機就不能攜帶霹靂17。小編猜測，殲20這類5代機雖然不能用內部彈艙攜帶，但可以通過外掛的方式掛載，只不過這樣會犧牲一部分隱身性能，大概率只會在非隱身作戰模式下使用，比如執行遠程攔截任務時，外掛霹靂17能大幅提升打擊範圍。這裡有一個關鍵點，大家一定要注意，由於霹靂17的射程實在太遠，超過了500公里，使用本機的相控陣雷達其實已經無法實施全程制導了。就算是最先進的戰機雷達，探測範圍也達不到這個距離。所以實戰時，霹靂17的制導方式必然是多元化的，要麼採用 A 射 B 導模式，由一架戰機發射，另一架戰機負責終端制導；要麼採用多機接力制導，多架戰機協同配合，引導導彈飛向目標；要麼由預警機雷達遠距離指示目標，導彈向目標概略方向發射，末端再啟動主動雷達自導，鎖定並打擊目標。所以說到底，使用什麼飛機來攜帶霹靂17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架飛機必須有相應的數據鏈和火控軟件支撐，能與其他戰機、預警機實現協同配合，才能確保霹靂17的性能能夠發揮到位。最後還有一個點，大家可以大膽猜測一下，按照咱們中國軍工研發一代、裝備一代的慣例，一款武器公開亮相，往往意味着它的後續改進型或者新一代替代產品已經快要出現了。
霹靂17現在能公開展出，大概率說明我們已經研發出了更先進的超遠程空對空導彈，只是保密程度更高，尚未曝光。至於這款新一代導彈會採用什麼新技術，小編也不敢妄加猜測，有可能是採用了助推滑翔技術的高超音速空對空導彈，也有可能是採用了更先進的雙模制導技術，抗干擾能力和打擊精度再上一個台階。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性能一定會比霹靂17更先進，射程更遠，機動性更強，打擊精度更高，能更好地應對未來複雜的空戰環境。無論如何，霹靂17的公開亮相已經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在空對空導彈領域的硬實力。它承擔的每一項任務都在重塑中國空軍的作戰模式，也在改變全球超遠程空戰的格局。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